大家下午好，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做的一些无障碍方面的东西。刚才夏老师主要是讲的和视觉无障碍相关啊，然后我讲的主要是和声音相关啊。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哈，我们是隶属小米 AI 实验室。AI 实验室呢有很多子部门，包括图像声学语音等等 NLP，我们是声学语音部门。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这个，包括理解和生成等等很多的领域子领域。不好意思，这有点渴。然后对我们这个合氧最近获得了北京的工人先锋号。首先呢，我想讲一下我们2020年我们自己公司的一届黑客马拉松当时是我们参赛，当时我们拿了一个1等奖有10万的奖金。不过我们把这个钱也主要是捐给这个听障人士了。我怎么能播放这个视频呢？在左上角，这个左上角有一个哎呦，对，这个视频可以点击，能够对对对，可以，对，好，谢谢。小米把工程师是小米最重要的资产。我们尊重每一个疯狂的想法。2018年的时候，小米的小爱团队开放了一些标志员的岗位给残障的伙伴们。那其中呢，有一些脑瘫的小伙伴，他们平常和同事沟通的时候挺困难的。大家好，我叫张大奎，小米的语音团队，他们根据我的情况做了一些无障碍方面的指示性工作，非常不错。我一直做语音识别技术，觉得有办法识别脑瘫人士的声音，所以当时就觉得可以试一下。其实我们之前开发了一种技术，本来是用来做发音识别的，但恰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之前呢，一直是没往这方面想。这个项目利用 AI 语音技术，给有特殊需求的人群带来生活的便利，体现了小米的技术初心，也就是让全球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一开始我们拿到数没有播放完，能继续播放一下吗？行吗？是为什么？对，再继续播放一下吧，跳到刚才那个位置。发现我们自己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让算法识别就更难了。没想到这个算法效果呢特别好，当时打开这个应用包呢，大奎也自己试了一下，他也说效果特别好，我们就觉得特别欣慰。给项目取名字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争议，最后我们一致的认为聆听这个名字含义是更用心的去理解他们的需求，解决他们的问题。小米的工程师非常有社会责任感，非常年轻，非常有理想。大部分人的生活里其实是看不到特殊人群的，所以他们的需求往往就被忽略了。呼吁更多的工程师利用技术的力量去关注解决特殊人群的问题。举办黑客马拉松是为了激励工程师大胆创新，让更多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小米非常尊重人才，我们过去10年的很多产品创新都来自一线工程师的创意。对，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参加黑客马拉松就如我刚才介绍的，我们并不是一个无障碍团队，我们只是一个就是普通的做声音方面的AI 的团队、技术团队。但是呢，我们之前也不知道我们的技术是可以用在这个上面的刚才第一个女生的朱熹老师对，她是看到我们这个技术，说这个东西你们完全是可以往这上面去做，你们可以在上面做很多东西。就比方说很多东西你们觉得非常简单的东西，但事实上呢，却对这样人群却有非常大的帮助。对，事实上这个技术的确是特别简单，至少是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虽然说是18年发了一篇论文但事实上也就是把大奎的声音去做了一些自适应，或者去做一些微调等等。当然会有一些这个正则化的技术等等这都是一些细节。对，这个技术确实不难，但是我们只做了一些很小的工作，就可以让他们去受益很多。大奎呢，
也是特别感激我们这个东西，这个应用呢，我们已经是给它平时用上了，现在也在用啊。对，就做这么一点事情，就觉得特别有用，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多启发。对，这个在对，一开始是不足，识别率是特别差，因为大奎的声音它那个就是这个脑瘫这种疾病啊，它完全是听不懂。然后简单自适应一下，用它，因为大奎他自己他其实是一个博士用它有一次是5分钟的讲演用这个数据去自适应一下，然后就识别率是提升到95%左右对，这个是我们当时2020年在语音方面做了一点。但是声音呢，它其实是不仅有语音的。我们这个声音世界，语音只是在声音世界其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非常非常丰富的声音。那这些声音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但对于残障人士呢，他们非常需要接受这些信息比方说。就是说，你看这有很多这报道说因为听不到声音导致一些悲剧等等对，这里面呢其实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一想到残障人士，想到的可能都是残疾人或怎么样，其实也不见得。某种程度来说，相对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障碍人士。就比方说，你看我们这炒菜那就听不到其他的声音或者是戴着耳机或者是比如说开车等等，这手就不能动这样子，这某种程度上都是障碍人士。所以说，一些无障碍工作其实也会解决我们普通人的很多场景的需求对，这个我们做这个东西其实这个功能并不是我们第一个做的，第一个做的应该是苹果但是我们可能是安卓阵营里面第一个做的。据我所知 ，vivo 也做了一个，不过他们应该是。好像只能识别一种声音，我记得然后苹果呢，据我们内部测试，其实是不如我们准确的，并且也不如我们丰富等等这是个什么东西？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周围有什么声音然后识别出来，推送到手机上面去事先设好关注哪些声音等等，这样就相当于是把声音转化成这个视觉信息至少是帮助一些声音在场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功能是已经是2年前吧，就上到小米的MIUI 上面，作为无障碍功能的一部分如果是大家有人用小米手机的话，都可以找到这个功能在无障碍里面顺便说一下，苹果也有对，这个不仅有手机包括音箱等等，还有这个摄像头包括摄像头去识别是不是家里婴儿在哭等等这个功能都已经上线了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功能，比方说识别打鼾有时候睡觉的时候我事先设定好打鼾的时候它有自动录音，然后第2天我就可以听听自己打鼾什么声音，或者自己说什么梦话了等等这都是一些健康方面的东西。因为我们识别的声音类别非常非常的多，这些声音仅仅是我们算法能力的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等等所以说我们可以识别出很多很多种声音现在应用的仅仅是我们研发能力的很小的一部分这个也是一个应用这个最先是 YouTube Google 他们做的这个呢其实也是AI 字幕嘛，但一般的 AI 字幕呢都是去识别人说什么，但是场景其实也有必要去告诉，比方说我如果是一个听障人士的话，那周围有鼓掌的声音，或者是有什么枪声等等，我听不见，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体验。那如果 AI 字幕中提供这个信息的话，那就会好很多。这 TED 这是 YouTube、Google 的能力。然后我们对，我们其实也开发了这个能力，这个能力目前是交付给我们的小爱部门他们正在集成在他们的 AI 字幕里面估计过一段时间也会和大家见面我们内部和 Google 比了一下，其实发现我们还蛮准的，就比如这段音频那个至少在这个 case 上面识别的更准一些做的也不是很严谨，因为测的例子也不是很多
对，因为小米呢，它有个优势，就是小米它的硬件设备特别多啊，LT 设备，大的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设备可以互联。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已经做到了各个设备通过以手机为中心各个设备接收的东西中间处理之后，然后呢发送到合适的终端上面，使用合适的策略就比如说，如果是我们不去做这个协同的话，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设备、音箱呀、这个摄像头这都检测出来了，然后同时发送过来的这个用户就很困惑这样的话，如果是中间有些策略处理，看看什么最有可能出在哪个房间这个相当于是一个集中的处理利用小米的那个 IoT 的这种比较算是一个优势吧这个应该也是我们应该是别的家应该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包括苹果对对我们做这个技术还获了一个奖，那个公司内部的一个技术大奖不是很高，就是获了一个入围奖工作人员可不可以帮忙把这个左边的视频也播放一下？哎，因为我现在天天都在带孩子，所以脑子里面全是孩子的声音，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可能是我男朋友每天给我发的语音吧。他当当当当，我就听到这个声音。第一次正式的发出一个声音，就是妈妈的声音，然后我就当场落泪，就抱着小孩在那你会叫妈妈了？因为他工作的原因，我们经常会异地，所以一般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我都会语音的跟他说，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些指导和引领。周末我这小孙女她放学回去的时候吧，就去敲这个门了，爷爷，快开门。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会会很难过。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吧。这孩子回来敲门，我也听不到了，我感觉挺可悲的。我就想着那这一天呢，就晚一点来吧，听不见，听不见，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技术呢，可以尽可能的去帮助辅助一些这样的事情吧。就是声音呢，首先通过人的听觉系统变成一些物理上的信息点然后呢，大脑通过去捕捉这些信息点中间的信息，得到人所想要的东西。这其中就是大脑进行了一个信息的编码和压缩。但如果是人的听觉系统损坏的话，那么这一点的链条就断了。好的现在的 AI 技术呢，可以去做类似的事情。你看，声音被计算机提取声音特征，然后呢，使用类似的深度学习的模型，做类似的一个编码的过程，这样呢就完成了信息的提取可以说帮助听障人士理解声音的目的。小米文声是我们一个典型的无障碍应用，它主要是把你对方所说的话转成文字这样我可以看到对方在说什么。看剧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剧里是没有字幕的话，它可以帮你把剧里面的台词转成字幕。我们还有一个应用小爱通话，但是它主要是解决通话过程中的一些无障碍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在会议中，会议中也可以使用小爱通话。比方说在开会的时候我不方便接电话，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帮助我去做一些接电话的事情。我们生活中的声音信息不只有语音，还有环境中各种各样的声音，像敲门声、家用警报器声等等。我们的环境音识别技术目前可以识别多达上百种声音。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14种用户比较关心的声音。当我们身边的设备、手机、小音箱或米家摄像头检测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它会用文字的形式推送给用户。要实现这个功能呢，它背后的技术其实就是通过模拟人类学习的过程来训练一个 AI 模型。我们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首先我们利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无标签声音数据，
自监督的去训练一个参数非常庞大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虽然没有识别和分类能力，但是它能学到不同声音的不同特征。然后第二个阶段呢，我们会用一些弱标签声音数据去训练一个老师模型，这样我们的老师模型就可以学习出广泛的识别和分类能力了。最后呢，我们会用一些强标签数据去训练一个可以落地的轻量级的学生模型，然后在老师模型的教导下，不断的去训练这个学生模型，强化和巩固学生模型的识别和分类能力。这样的话，来了一段声音之后，那我们的学生模型就可以识别出这段声音，是什么类别了。就是希望看到的还是我们开发的这些技术，手里面拿到的这些技术，就真正的能让我们的所有的用户，包括我们的听障用户、视障用户、构音困难的用户，去享受到这些技术带来的便捷吧。我觉得这算是我们声学语音技术的最重要的一个初衷，然后让所有的这些用户都能享受到平等的这个和就是人交互和人交互的这个权利。这个是前一阵公司做了一个宣传片啊，这个宣传片的那个后半部分，刚才就也是我们团队的叫王有庆同学哈，他简单讲了一下这个技术后面的大概的一个原理或流程啊，在这儿稍微展开讲一点点，对，这个是模型训练流程哈，这个我们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啊，这个图是从这个文章里面截的，概括了一下我们是大概怎么训的啊，就如刚才永庆所说，那个视频里面啊，分3个步骤，第一部分是自监督训练啊 ，MAE 是用 MAE 来做自监督训练啊，不需要标签儿，待会儿我会稍微详细讲一下。然后呢，去训那个 teacher 模型，teacher 模型呢是使用比较长的数据当做输入啊，比如说10秒钟啊，当做输入去训 teacher 模型。但 teacher 模型呢，它的参数量比较大，或者是比较重等等哈，然后我们去训练比较短时输入的 student 模型，比方说以2秒作为输入啊等等。那训 student 模型的时候，我们最近还提出了流式的方案，其实也不算新东西啊，就是基于那个 transformer XL 去有一些 catch 机制，待会儿稍微会讲一下等等。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概的一个流程。然后呢，模型结构就是 VIT 了啊。这是那个右上角有个小动画，其实就是把一个图片给它分成那个小的那个 patch 哈，然后呢小的 patch 当做序列，再给它一个那个 positional embedding 啊，那个输入到 transformer 里面去啊，在最后呢通过那个一个线性层处得到它的那个分类结果啊，这样子 VIT。那声音和图片其实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声音频谱不就是图片嘛哈，把这声音频谱也给它拆成一些小的 patch 输入进去。这个也可以说是现在的主流技术了啊。然后模型结构是这个，那自监督训练 MAE 这个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就是把这个输入呢，就是何海明之前提出的那个就是 MAE 嘛，mask 掉啊，然后呢去试图恢复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去做无监督的训练啊。我们的数据量非常巨大，我们大概是收集了大概是将近31年的数据啊。然后呢，这个是用 teacher 模型去指导 student 模型，其实也就是一个自动标注的技术，也就不详细展开讲了。总之呢，我们在性能差不多的情况下，可以比目前的一些 SOTA 参数量以及尤其是内存等等就是有特别明显的优势啊，比如说推理速度将近是它的1%啊，不就100倍啊这样。流式训练，这就是 XL 了，其实传统的呢，就是每一个小的块儿去单独训练，然后呢，流式训练去中间有些 catch， 这也不打算详细讲可以去看一看右下角的一些论文等等。对，这里还有一个自定义声音识别，这个其实也是苹果它做的比较早你看这是苹果的一个官方文档，他说它可以去自定义，就是自己去录制一些声音等等这样子这个我们也做了，上面有一个demo 视频，也可以帮助放一下。
注册了一个敲门的声音啊，其实什么声音都可以，注册闹铃声都可以了。不欢请吧。我随便说了一句话啊，这是副样本。敲一下子识别出来了，这只是一个 demo 哈，这个也很快会推到我们新版的MIUI上面去。这个东西也比较也不麻烦哈。Fusion Learning 嘛，其实就是一个去每一次训练的时候去选择就是那个选择这么一组哈，然后去选择和它那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啊，这个细节也不打算这里特别详细的讲。这是我们最近就是顺便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吧，也不知道是不是和无障碍相关，不过大概可以看一下这个 demo 哈，那个左上角和那个这两个都是可以播放的，上面这个，哎，不是这个，对。我现在开始说啊，我们模拟一个场景，就是我跟翰林其实语言不通，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翻译机，但是我又希望把这个录的声音能记录下来，然后，对，我们就用这个翻译机在讲话，但是现在很吵，可能录下来的声音就没那么干净。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技术，能把只录我们两个人的声音，把周围造成屏蔽，那就非常酷了。结束吧。然后播放一下下面这个，下面这个就哎。对，下面这个就是只播放我们模拟一个把其他人的声音滤掉。翰林其实语言不通，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翻译机，但是我又希望把这个录的声音能记录下来，然后，对，我们就用这个翻译机在讲话，但是现在很吵，可能录下来的声音就没那么干净。如果我们有一个他已经在说话了，但是这个声音听不见的。对，把周围造成屏蔽，那就非常酷了。因为这个技术难点在于两个人他的距离非常接近，啊，他几乎两个人距离挨着的，然后呢就把一个人声音滤掉，另一个人声音留下来。这个其实是，是那个捕捉一开始呢，先去捕捉他的一些那个声纹信息，然后使用他的声纹信息去反馈的去作为模型增强模型的一个输入等等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把他自己的声纹作为声音增强模型的一个conditional 这是我们最近的工作发到 InSpeech 上面去，下半年的会议，这是一些我们发的论文哈，我们也参加了一些比赛 DCase 对，这是那个简单的几点思考吧，就是说首先呢就是无障碍看似是我们去用技术去帮助障碍人群，事实上呢障碍人群也反推我们去做技术研发。因为无障碍呢，算是一个比正常普通人更加严苛的一个场景还有对，也解决了普通人的一些不便场景的需求，提供了一些预言技术的落地空间等等行，就讲这么多，好，谢谢大家。